男佔300必發，女佔300必寡。乜嘢意思呢？300係乜嘢嚟嘅呢？原來呢一句俗語係同人嘅生辰八字有關嘅。咁如果你嘅出生日期都有3同8嘅話，就繼續往下睇落去啦。咁先嚟講下男佔300必發咯。字面上嘅意思即係話喺300呢個日子出世嘅男仔就一定會發達。咁呢度嘅300講嘅係幾時呢？唔通係300婦女節？並唔係啊！其實呢度嘅300講嘅係一個月入邊同8相關嘅3個日期，即係每個月嘅初8、18仲有28。按照古人嘅意思，即係話喺舊曆每個月呢3個八字日期出世嘅男仔就會特別命好，甚至以後可以做到大官，將來可以飛黃騰達、大富大貴、家境富裕咁話。所以喺古時候如果家中添咗男丁出世嘅時辰、出世嘅日期同個8相關嘅話，屋企人就會特別開心，連街坊街里都會好羨慕，覺得佢腳頭好，認為佢將來一定會好有出息，一世都咁行運，一世都咁富貴，順順利利咁話。但係點解會咁講嘅咧？咁原來呢一句俗語係同一個傳奇故事有關嘅。話說有位詩人叫做魏野，咁佢好有才華，寫親都係一首首好詩，喺當時係好受人追捧。但係佢為人係好低調嘅，常年都隱居。當時候有一位叫做生張伯嘅歌妓，想揾魏野幫佢作返首靚詩，等佢唱下。但係魏野就拒絕咗啦，原因就係君為北道生張伯，我是西州屬魏三。其實意思就係用嚟暗示歌妓求詩嘅態度唔好，唔夠誠意啊！大家又唔係好熟喎，你就用強硬嘅態度嚟對我。因為呢件事咁後嚟亦都有咗生張屬魏呢一句成語，係用嚟泛指嗰啲唔係咁熟甚至唔識嘅人啦。咁後嚟口口相傳，生張伯同屬魏三亦都用嚟形容嗰啲唔係咁得人中意嘅性格，又或者係唔識得婉轉講嘢嘅人。咁講下講下就剩翻300呢2個字流傳到依家啦。對應翻啦，咁魏野同埋歌妓都佔300，一個係受人追捧嘅詩人，而另一個就係薄情寡性嘅歌妓，所以民間就有咗男佔300必發，女佔300必寡嘅俗語啦。咁呢一個只不過係民間嘅古仔，其實呢句俗語最早係由鬼谷子講嘅，話呢個300有2層意思。第一層意思就係正話所講嘅每個月嘅初8、18仲有28呢3個日期，而另一個意思係指出世嘅月份3月同埋8月。喺古代嘅農耕社會，咁3月係萬物復甦嘅日子，而8月又係豐收嘅季節，所以老百姓認為喺呢個月份出世嘅細佬哥係零舍有福嘅。糧食充足，唔怕會餓死啊嘛！比起其他月份出世嘅細佬哥，都零舍有福分。咁喺歷史上都可以揾到啲依據嘅。譬如話300之日出世嘅劉邦，亡秦滅楚，成為咗西漢政權嘅開國皇帝。仲有出生喺300之日嘅唐太宗李世民，喺玄武門之變 KO 咗自己嘅兄弟。康熙都係300之日出世嘅，憑借住自己卓越嘅政治同埋軍事能力，成為咗千古一帝。所以就導致咗古人對呢一個男佔300必發嘅俗語深信不疑咯。另外仲有一種講法係從古時候嘅陰陽學說嘅角度去分析。喺古代嘅陰陽學說認為男為陰，女為陽，並且奇數即係單數為陽，偶數即係雙數為陰。但係8呢個數字作為偶數，喺傳統文化入邊被視為係同陽性相關聯嘅。並且仲標誌住陽性嘅終結同埋陰性嘅開始，係陰陽互轉嘅一個階段。喺古代文化中，象徵住陽剛之氣，被視為係一種好有男子氣概嘅長歲。所以古人就認為啦，喺3同8呢2個日期出世嘅男仔，自然會俾人哋多咗份陽剛之氣，做起事上嚟自然會事半功倍，必然會大富大貴咁話。但係如果女性喺3同8呢個日子出世，又會點呢？會孤寡一生，古人認為係唔好嘅徵兆。女佔300必寡咁話。咁點解呢？因為女性為陰，8為陽啊嘛，係會相克嘅。咁按照古人嘅意思，即係話如果女性喺呢幾日出世嘅話，就會命中多咗份陽剛之氣，可能性格會冇咁溫柔啦，可能會好難控制，亦都可能會搶咗男人嘅風頭。甚至仲被認為係會黑乜嘅，
反正如果丈夫有咩冬瓜豆腐嘅話，都會歸咎於女子嘅身上。例如話陳世美嘅原配夫人秦氏，佢就係300之日出世嘅女子啦。咁佢遭到丈夫嘅拋棄之後，一怒之下將丈夫告上衙門，咁最後導致個丈夫身敗名裂。所以老一輩就認為啦，呢一種女子係好難揾到住好人家嘅。咁慢慢民間就有咗女佔300必寡嘅講法啦。咁呢句俗語有冇道理呢？一個人嘅命運係咪真係同一個人嘅生辰八字有關呢？肯定就係冇科學根據。古人之所以會咁講，都係因為當時候嘅科學常識非常薄弱，只能依靠老一輩遺留落嚟嘅經驗嚟指導生活，盲目咁樣將一個人嘅命運同生辰八字扯上關係，一代一代咁傳落嚟嘅啫。當然歸根到底都係因為古時候嘅人認知有限，受重男輕女嘅影響，得出嚟牽強附會嘅講法嘅啫。但係我哋亦都唔好批判古時候嘅人嗰啲智慧結晶，應該對古人嘅探索心存敬畏，尊重歷史，尊重科學，人先會進步噶嘛，係咪？所以喺而家男女平等嘅社會，一個人嘅生辰八字已經唔可以用嚟判斷一個人可唔可以成功嘅資本。兩個人嘅婚姻長唔長久都唔係話淨係睇佢生辰八字嘅。咁所以話呢句俗語已經過時，可以淘汰，唔適合而家用噶啦。而喺現實嘅社會中，一個人想要成功，必須係要靠自身嘅努力。婚姻能唔能夠長久，係要靠兩個人用心去經營。命運掌握喺自己手中，我命由我，不由天啊嘛。今期暫時分享住咁多，到最後輪到你講下啦，你嘅生辰八字有冇3同8呢個日期嘅呢？有嘅話留個言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